这个 ThinkPad Neo 14到手已经1周多了，是19号拿到的这个机器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录个视频，讲讲这个使用1周大概的这个体验。那么首先这个机器单手识别，单手开合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它有这个指纹识别，然后也有这个人脸识别也有，但是现在我是用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防窥这个阀。有个防窥阀可以关闭，我平时是把它这个关掉的，所以就没有用这个人脸识别。然后关于这个屏幕呢，它是 2.2K 的这个雾面屏，那么平时这个办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可能就是如果你要看这个电影的话，它这最高亮度只有300尼特左右，可能就是有点暗，可能不是特别理想。然后这个 ThinkPad 的这个键盘，我感觉还是比较让我满意的。虽然不如原来的这个1.8毫米的这个键程，但是打起来自然还是比较舒服的。但是这个小红帽其实退步挺大的，这个小红帽现在灵敏度明显不如原来这个 ThinkPad， 尤其是它现在只能说移动，原来我记得这个小红帽可以是单手这个点击，也是可以用点击这个功能的。然后这个触摸板呢，触摸板这个按压都没什么问题。这个跟手程度呢也一般，不如我原来用的那个 Surface Pro 4的那个触摸板，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误操作，就相当于你如果是单指移动，但有的时候它会显示出什么效果，就相当于是鼠标点击了以后再一起拖动的那种效果，但实际上你只是单指在移动，这就是有一点这个不太理想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喇叭因为是在底部，所以说这个声音效果虽然说是什么这里有个显示叫什么 Audio by Harman， 但其实也就出个声音吧。然后我用这个 3D Mark 大概简单的跑了一下分，这个分数呢是在这个不插电最佳能效的时候这个跑的分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是插电的话，它这个分数就明显要上一个档次，尤其是这个 CPU 的分数，就是最佳能效和最佳这个性能上面，它会差的比较多一点。但是就是如果说不插电的最佳能效，那么其实这两个分数差别不是那么大。也就是说，不插电的时候，这台电脑的性能还是可以的，这个是 3D Mark。那么然后还有个 Cinebench，这个分数呢是这个插电的时候，这个最佳性能的时候，这个分数多核1万多分，然后单核1400多分。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是插电的时候，刚刚那个是第一张是不插电的时候，这个是插电的时候，12383分，就是插电和不插电都在最佳性能的情况下，其实它是差别不是那么明显。然后如果说是不插电最佳能效的时候，它这个分数就比较低了，就差不多只有一半左右。这说明这个最佳能效它肯定是对这个 CPU 的这个运行啊，它有明显的这个限制。但实际上对我来说的话，这台电脑平时我主要用来就是这个办公，打这个论文，编辑 Word， 然后还看看这个视频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性能是完全够用的，而且它这个续航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就是一天你这个按照我的正常使用的话，一天基本上是从早到晚是可以不用充电的。然后到了晚上的话，这个你充一下电，然后它充个1个小时。基本上就按照它的快充就80%可以充到，所以这个续航也是比较可以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按照我正常办公的情况下，它这个风扇它是基本上是很安静的，不太会转的。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风扇会转的比较厉害呢？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最佳性能跑分的时候，它呼呼呼会转的比较厉害，还有一个就是打游戏的时候。它会这个因为对性能要求比较高嘛，它也会这个转起来。比如说我们来跑一个这个文明6，再来一回合，对吧？
水下第一个生命的萌芽开始，到石器时代的巨型野兽，再到人类第一次直立行走，你已经历许多。现在开启你最伟大的探索吧，从早期文明的摇篮到浩瀚星域。英明神武的马加什，您的文治武功皆属世间上乘。强大的黑军将在就这个游戏运行了一会儿，它这个风扇声音就出来了。然后除了这个，可能我猜就是运行大型程序的时候，它这个因为要散热嘛，所以这个风扇就是转的比较厉害。平时的时候，轻度应用它是比较安静的。那么总的来说，我对这台电脑使用1周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因为它这个比较适合我这个对于键盘有一定的要求，对于这个续航有一定的要求，所以还是可以的。